嗨，朋友们，像比尔盖茨、乔布斯等大佬都大力推崇的冥想练习，你不会还不知道吗？这些大佬每天忙得跟个陀螺似的，还要抽出时间专门去冥想，是不是让人超级好奇？冥想为什么这么香？该如何快速上手，跟着成功人士一起起飞呢？别走开，这就来跟大家分享。冥想其实是一种集中注意力于当下，专注于此时此刻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专注于呼吸、专注于身体感受等方式，让内心瞬间平静下来，不再被杂念和烦躁所打扰。但冥想的好处可远远不止于此，下面就给大家唠唠它的5大好处。第一，冥想让人更快乐。科学研究发现，那些心情好、乐观的人，大脑左前方的区域特别活跃，而经常想些负面东西的人呢，他们大脑的右前方的区域会更活跃。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学家做了个实验，让参与者进行了8周的正念冥想练习，结果不得了呀！他们大脑里活跃的区域从右边变到了左边，幸福感和快乐感直接拉满。这冥想简直就是快乐密码啊！第二，冥想能够改变大脑，使其更强大。最近，随着核磁共振技术和脑电图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可以更好地观察大脑。神经科学家发现，冥想不仅能使大脑的活动发生变化，还能让大脑的生理结构也发生改变，这被称为神经可塑性。正如锻炼会使某些肌肉变得更加结实、发达，通过冥想也可以对大脑的某些部分进行锻炼，使其更加厚实、更加 powerful。 来自哈佛的莎拉博士所发布的一项研究，8周的冥想课程能提高你大脑前额叶皮层的灰质密度。这前额叶皮层可不得了呀，它负责大脑好多重要的功能，像注意力控制、做决策、调节情绪、自我反省等等。所以呢，通过冥想就能让前额叶皮层变得更强，这样咱的注意力就更集中，分析决策也会更加的厉害。冥想同样可以减弱大脑的某些部分，来使得大脑的运行更为顺畅。咱大脑里有个叫杏仁核的玩意儿，那可是释放压力、焦虑这些负面情绪的老窝呀。神经成像研究显示，经常冥想练习的人，其杏仁核活动水平会有所减少，尤其在面对负面刺激的情况下，这种变化更为明显。且长期冥想者的杏仁核体积往往较小，这说明了啥？说明冥想可以通过影响杏仁核，来让咱们调节情绪的能力变得更强，心理健康也能越来越好，是不是超酷？第三，冥想能有效降低负面情绪的影响，像忧虑、压力、焦虑这些坏情绪啊，在冥想面前都得乖乖认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学家发现，经常冥想的人感受到的负面情感强度比那些不冥想的人要低很多。通过给情绪贴标签等冥想技巧，经常冥想者对这些情感更加觉察，这些负面情感的强度也就大大降低了。英国诺丁汉洛伦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有个超惊人的发现，他们说冥想和抗抑郁药物的效果差不多，都能对抑郁症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他们找了一些情绪低落的小伙伴来参加实验，让这些小伙伴接受冥想练习。结果怎么样呢？这些小伙伴们纷纷表示，自己内在的幸福感那是蹭蹭往上涨呀。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阻止抑郁症复发方面，以冥想为基础的方法比药物治疗更有效。想想看，不用药物就能让自己的情绪状况得到改善，且不容易复发，这太棒了。第四，冥想还能抗衰老哟。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研究者比较了冥想和非冥想者在大脑和认知上面的差别。不出所料，在实验对照组，也就是非冥想者中，年龄大一些的参与者的反应速度和准确度都要低一些。但是这种与年龄有关的衰退在冥想者中并没有发现。更惊人的是，通过脑成像技术，研究者发现，随着衰老而造成的灰质减少的情况，在冥想者中几乎没有出现。第五，冥想还能够增强疼痛耐受力。这事儿可不是我瞎扯的，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个来自蒙特利尔大学的研究让13个修禅达人和13个非修禅的人士暴露在同样令人痛苦的酷热中，
然后用扫描器测量他们大脑的活动。他们发现休禅达人组显示出较低的疼痛程度，所以即使他们的大脑接受同样等级的痛苦，但心里实际上所感受到疼痛会比没有做冥想的人低。研究发现，冥想者大脑中管理痛苦和情感的区域要更厚实，这可太重要了，因为这一区域越厚实，其痛苦敏感性越低。这又回到了上面我们所说的，冥想不仅改变了大脑活动，也确实改变了大脑的物理结构。既然冥想有这么多好处，咱还等啥呢？为啥不赶紧开始尝试享受冥想带来的红利呢？接下来，我这个有着 N 年冥想经验的老狗，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冥想的技巧，希望能帮到各位小伙伴们。第一，要在哪里冥想？冥想其实在哪里都可以进行，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我建议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关掉干扰源，比如手机、电脑、电视机等等，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进行冥想练习会更有利，比如书房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二，要用怎样的姿势？理论上你要怎样冥想都可以，你可以站着、坐着，甚至躺着。我建议初学者使用坐着的姿势，因为站久了会累啊，躺着可能会睡着。我也不建议初学者用什么盘腿坐莲的方式，这样过于复杂，就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即可，保持背部挺直，且背部不要靠在椅背上，保持一种觉醒的状态，头部和背部竖直在一条直线上，双脚扎实且平稳地放在地板上，双手平放在大腿，也可以手心向上，最好是闭着眼睛进行冥想，这样你能更加的专注。第三，要冥想多久？我个人一般每天会冥想40分钟，进行一次40分钟的长冥想，或者2次20分钟的短冥想。我个人的经验，冥想时间越久，效果越好。但是对于初学者，一次5分钟的冥想就足够了。你们试了就知道了，这5分钟可能堪比5年。所以定好一个5分钟的闹钟，然后就开始吧。第四，怎样冥想？我今天分享的是呼吸冥想，这也是最常见也是最为重要的冥想方式之一。首先，调整好姿势，闭上眼睛，先做5次深呼吸，用鼻子吸气，用嘴巴呼气，接着回到自然的呼吸状态，用鼻子吸气，用鼻子呼气，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感受空气从鼻孔进入，又从鼻孔呼出，感受冷的空气进入，热的空气呼出，感受呼吸的长短、深浅、快慢。你还可以感受到腹部的变化，小腹随着呼吸的起伏，吸气时胀起，呼气时收缩。当感觉不明显时，你可以把一只手放在腹部，这样更容易察觉到呼吸所带来的腹部的变化。当你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些身体上的变化后，开始缓缓地数一下呼吸，吸气时数1，呼气时数2，一直数到10，然后重复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在冥想的过程中，各种想法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可能会开始想，晚上回家看什么电影？等一下吃什么？信用卡账单还了没？各种想法念头都会涌入你的大脑，让你无法专注于呼吸，这是非常正常的，你不用过于担心。即使是长期冥想者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这时只需温柔地将注意力重新拉回到呼吸上，拉回到数数上即可。每次当你注意到大脑走神时，就再将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走神多少次就拉回多少次，每一次都是对你大脑的锻炼，锻炼你的觉知能力和回到当下的能力。别忘了，它会改变你大脑的生理构造，让你的大脑更强大哟。当闹钟响起后，缓缓地睁开眼睛，结束这次冥想。第5，我需要每天都进行冥想吗？是的，就连乔布斯、比尔盖茨这样的盲人都每天坚持冥想，可以看出冥想的重要性。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最好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去冥想，每天5分钟，慢慢把它变成一个习惯，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看到冥想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好处。赶紧行动起来吧，加入冥想者的行列。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请点赞、收藏、评论并订阅我的频道，记得打开小铃铛哟。我们下个视频再见。